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白鹿参加宇宙闪烁，不讲卫生还爱乱喊，没张一凡放得开。刚开始录制宇宙闪烁请注意的时候，白鹿坐车的画面已经被曝光了。还有白鹿打王鹤棣巴掌的场景，后来被躲闪过去的镜头也出现了。网友们都说啦，等剧集正式上线，一定要看看，保证特别逗。果然呢，宇宙闪烁请注意的人气之前一直没啥大火，保持着那种不温不火的状态。范丞丞和白鹿一出现，热度直接冲到了第1名，真是厉害。从侧面可以看出，他们两个的影响力确实挺大的。原本打算主要看他们俩，结果被那位身高1.76、嗓门粗得吓人的女歌手给搞得眼前一亮。长得漂亮，身材也棒，性格开朗，还挺有胆气。冲着白鹿范丞丞来看，却被他圈粉。宇宙闪烁请注意的固定嘉宾阵容里，有一群男生，年龄跨度从20到50岁左右，感觉像是跨越了几代人似的。就像白鹿一出现，只有王鹤棣呵的叫了一声，像黄晓明和于洋那样，表情显得有点飘忽不定。至于范丞丞，按白鹿说的，他早就是家人了，说啥都没问题。现如今只有白鹿一个女生，吴彤让他先选队友，他很快就把范丞丞给拒了。吴彤安排的游戏大多都是从其他综艺里挪过来的，然后拼凑起来的。两人组队后玩的游戏大概就是一个站在布的前面，一个站在后头，看看谁能顺利组好队，然后冲到终点线。作弊一搞，两边都成功组好队了，白鹿和王鹤棣一眨眼就配合完毕，而邵子恒和小绿人也很快凑到一块儿。可惜王鹤棣的体力比不上邵子恒，没能第一个抵达终点。另一边，黄晓明的搭档范丞丞和刘耀文一起选了于洋，结果让他空手而归，参加游戏也就做了无用功。不得不说，范丞丞这人挺有趣的，但他确实不怎么爱动，特别是在运动方面的项目上是挺有梗的。第2轮一开始，王鹤棣搞了点小动作，白鹿还是的偷偷的背着于洋走，场面挺有意思的。光看白鹿那跟魂飞魄散似的模样，就知道他是真的被吓着啦。白鹿老是说他试试能不能背得下来，可于洋这个人嘛，真的没有一点界限。手臂缠绕在白鹿的敏感部位，身体紧贴着他，直到结束时才放开。到第3轮于洋和白鹿又遇见的时候，他心里的那些不喜欢的感觉又涌上来了。于洋拼命大喊着，嗓子都快哑了，结果白鹿宁愿把外套脱了，也不愿意搭进去玩那游戏。照网友说的，这人一碰就嫌弃，怪不得不跑呢。可是吴彤没有让白鹿好过，反倒是把于洋的面子给补回来了一大截。等到他的队友王鹤棣费尽周折背着刘耀文到达终点时，因为白鹿没参加比赛，第1名的成绩也就作废了。白鹿这个人挺敢玩，但脸部表情掌控不好，心思也一般，和没底线的范丞丞差不多。演绎你别走这个镜头时，每个人的情绪反应都挺不同，能看出差距蛮大的。白鹿作为唯一的女生，需要跟每个人都合作，打巴掌的演技一直在用，没啥新鲜感。搭配于洋和王鹤棣，一个演小品，一个扮冤家，玩得挺开心的，欢乐感还算不错。一说到黄晓明，白鹿就直接不把卫生当回事儿。大家都熟悉霸总这词儿，挂在黄晓明身上再合适不过了。而他演绎的戏份，也就是那种霸总死缠烂打的场景。黄晓明一把他拽进，白鹿的嘴就噗噗的张开，结果口水还洒到了他的嘴上。紧接着看到黄晓明用手擦嘴，而白鹿还在那里尴尬的偷笑，做演员的信心还差点火候。一到范丞丞和白鹿对戏的场景，
立马就变成了互扇巴掌的戏码。从侧面来看，明星们确实不太擅长演戏，怪不得吴彤在综艺里的表现让网友们看得晕晕乎乎的。王牌对王牌的剪辑也挺乱的，搞得挺糊弄人，没有任何前奏，直接就甩出了狼人杀和追捕这些游戏。白鹿还换了发型，看得出来挺不在状态的，感觉没啥参与感。说到那份参与感，一次节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又多出了张一凡、毛晓慧、何浩南还有张彦卓，结果我还以为会变得挺乱的。其实，在范丞丞等人都有点胆怯的时候，身高1.76，年龄26，声音粗犷的张一凡直接就突出了出来，比黄晓明还显得更有男人味，更具霸气十足的感觉。就是说玩那个游戏，就是在水里捞鱼，谁抓到的多谁就赢，挺简单的。白鹿和毛晓慧偷偷摸摸地下水的时候，张一凡一个人就大大咧咧地走了过来。范丞丞一不小心碰到想要抓的那条鱼，结果吓得身子都躲得远远的，连白鹿都没碰到鱼就直接喊了起来，嗓子都快哑了，这算得上有点夸张了。另一边的张一凡倒没觉得害怕，反倒挺激动的，一边问这是不是头鱼吗？因为分数挺高的。于是周围人都木着脸站着，张一凡竟然直接把手伸到头鱼上面去了，一点都不怕啥的，把他抱了起来，完全没表现出一点矫情的样子。更让人觉得真诚的是，当他叫黄子韬拿鱼的时候，那粗犷的声音根本看不出她是个女歌手，她的嗓门挺大，从不怕把嗓子都撕裂似的。弹幕里飘过一片片张一凡那又萌又狠的评论，让人忍不住笑。正是因为张一凡太厉害了，胆小的白鹿和范丞丞几乎都没啥镜头露面，和王鹤棣搭档的白鹿也跟着变成了张一凡似的。于是刘耀文对着黄子韬说了一句：“他真厉害啊！”黄子韬也忍不住夸一句：“张一凡真牛，我们都跟着他走。”说实在的，张一凡那种敢玩敢闹的性格，完全可以去奔跑吧试试，说不定比白鹿还更吸引眼球。长得漂亮，个子高，有勇气，还挺搞笑的。毕竟范丞丞作为奔跑吧的老牌成员了，要不是黄子韬来帮忙 Q 他，镜头都难以聚焦到他。还没抓到鱼呢，就先开始想吐了。